看到很多人也是想听5个利好中港股市的一个因素。那我们事不宜迟，来分享一下。第一个，降息，我们之前拍过 YouTube 视频了，解释过为什么降息是利好股票的。但是降息的同时，就是代表经济放缓或者经济衰退，是不利股票的。所以降息有可能是利好股票，也有可能是股灾，或者是有股灾的发生。所以呢，降息大家要小心。所以为什么我们是要专注在港股和中概股？因为美国降息，美国经济放缓，相对香港和中国的经济有点影响了，但是不是直接的影响。而且呢，现在全球的资金都是看一样的，看到美国的经济不好，他们也要找一个好的地方。所以现在中国的经济是最差的。现在全世界包括我自己都觉得中国的经济这么差，所以它有不同的政策出来之后，应该不能再差了吧，应该会好了。第二点呢，因为之前讲过几次，大家有兴趣可以看回我们之前的 YouTube。 那这里呢讲到，这是全世界只有香港的股票和中概股独有的。今天有一个人来问我，除了香港和中概股之外，还有没有第二个股票市场有这样的一个特征？我想不到，你想到的话可以欢迎留言分享。为什么是港股和中概股特别好呢？因为在香港上市的公司或者是在美国上市的公司赚的是人民币，但是买它的是港币或者是美金，降息会使到美元疲弱，美元疲弱的时候，相对这些股票赚的人民币就多了。又有另外一个网友问了啊，港币贬值了，美金贬值了，我们买了股票就算赚了钱也贬值了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但是我们知道，买一家公司是买它未来30年或者未来无限啊，但是超过30年之后，因为我们要 discount 折算到今天已经是不太重要了，但是我们起码买它的是未来30年所赚的钱。所以货币贬值，美金或者港币一定不会像人民币升值的带来股票涨的那一个幅度多。所以呢，这个也是港币疲弱的话，美元疲弱的话，会导致香港的股票和中概股上升。这是为什么我觉得降息之后港股和中概股一枝独秀，外面没有人这样解释给你听。所以现在全世界的资金都在来港股和中概股。第三个，中国出台了一系列的利好政策，当然这里没有时间给大家一个一个分析了，我们的 GMT 里面有更详细的讲过。这个政策我们8月25号的直播不可能预测到的，但是最重要的是，你看2023年的12月15号，我们就已经看到中国会不断出这个利好的政策。有人在问了啊，这一次跟上次有什么不一样啊？上次好了之后又跌下来了。第一个，我们虽然预测不了这个星期所出来的利好的政策，但是我们已经能够预测到，因为中国的经济现在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很大的问题，特别是内房，大家写下来，这个很重要啊。问题越大，解药越猛，结果反弹有个滞后的效应，当它反弹的时候也会是最大力的。所以我们预测不到这个星期，但是中国不是第一次出这个政策，那这一次政策如果再不行怎么办？还有下一次，只有一次比一次强。在这个世界上，美国政府、中国政府还有欧洲的央行，这3个地方是它完全有能力把这个经济通过它的政府的政策，不管是这个货币政策或者是财政政策，可以把它搞上去的啊！你对国家有信心了。这3个地方，美国、中国还有欧洲的央行要搞的话，一定会搞上去，其他的就不保证了啊。第4个利好港股的就是港股太便宜了，中概股太便宜了。之前大家都知道港股很便宜啊，中概股很便宜啊，为什么不买啊？珍惜生命，远离港股啊，港股弱势啊，往下跌啊，再便宜明天会更便宜啊，这么便宜还不买，明天会更便宜啊，大家都在讲明天会更便宜，走去炒美股，这个是 Rich 走去炒美股啊。当然 Rich 是代表我们 GMT 同学在看美股啊，他也有看港股。这里的原因是什么呢？真的很便宜。所以现在资金一转变，如果是进入一个牛市的话，资金很快就回来了。人是很现实的，随着在等，还在下跌，明天更便宜，但一旦改变了，明天要比今天贵了，今天就会买了，今天买了明天就会更贵了，明天更贵了会吸引更多的人来买。股票和楼都是这样的，越贵越多人买，越便宜越没有人肯买，所以是换过来的啊。那港股因为它便宜，对于
长线的基金经理或者机构投资者来说，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因为不会涨一点点就贵了，涨一点点就是价值投资法就不便宜了，没有价值了。他知道因为很便宜，一旦这个趋势改变的话，未来这个牛市啊会很漫长，而且涨的幅度会很大。举个例子啊，现在看好美股，敢买吗？很贵了啊。我们之前也讲过，要买美股一定要中短线，因为随时会改变，已经很贵了。一旦跌下来的话，因为它很高，跌的空间很大。港股以前我们说是投资者的天堂，因为很便宜，什么时候涨我不知道，但一旦涨了之后，未来会有很大的一个涨的坡度，而且是慢慢涨慢慢涨，会涨很多，所以这个会吸引很多的长线的投资者。所以现在有好多的这个长线投资者已经是进来了，比如说 Howard Marks， 他是非常著名的价值投资的，不便宜他不买的，而且他买了不会说赚了 15% 就走了，要获利离场了，他起码要翻个倍的这些人。所以呢，港股便宜也是其中一个原因。那第5个就是现在终于等到资金回来了，现在高盛、大摩还有这个对冲基金 Taper 泰坡都是高调的在告诉你，这个泰坡啊讲 buy everything， 闭上眼睛买中概股。他讲了之后，你现在去 YouTube 看一下啊，之前谁都说中国经济崩溃啦，珍惜生命远离港股啦，他一讲之后，现在 YouTube 上面好多人在讲哦，现在外资要买，美国的投资者在看中概股啦，在看中国的股票啦，越来越多人在讲了。所以我觉得股票跌的时候谁都疑神疑鬼，这个是不是不行了，那个是不行了。股票涨的时候当然会有人怀疑啊，有没有搞错啊，是不是那么样的啊，是不是像5月份一样啊，是不是像什么时候一样啊，但是更多人会讨论，吸引更多的资金。所以呢，这幅图我在2024年2月份 GMT 有讲过，我们之前也给大家直播的时候也有讲过，当时我就指出来了 Howard Marks、Ray Dalio 包括 Charlie Munger 当然过身了，还有这个 Michael Burry， 上一次直播的时候我给大家看过 Michael Burry 投10个股票里面有5个是中概股啊，而且这5个占了他的50%的 portfolio 资产价值。 Michael Burry 嘞，他的眼光是什么眼光啊？他是大空头里面看准了08年次按危机的那一个人呢，他的眼光这么厉害，一早是重仓中概股，这个时候人家还在珍惜生命远离港股的时候，这就叫隐身阶段。所以呢，上一张 slide 的时候说这么高调的告诉你我在买中概股了，我在买 China Everything 啦，会不会这么笨啊？他要买的话会不会告诉你我要买啊？这个股票涨上去他不是买贵了，他肯定已经是全买好了，他在告诉你。所以大家看到我们这幅图里面到了哪一个阶段？到了媒体的关注点 Media Attention。 所以呢，媒体的关注点之后，散户大众开始兴奋了，开始 enthusiasm 了，到最后现在美股一样开始贪婪了， Magnificent Seven 天天都会涨。这个斜度啊，这个涨幅啊和它涨的一个时间点啊有多大？现在只是刚刚开始。那你说5月份涨过，5月份涨得不错啊，5月底开始到8月又跌了3个月，你看一下是不是我们就是这幅图所有的都在跟这个乐谱在走啊，跟这个剧本在走。我们现在是 media attention， 往前推一点点，是不是一个叫熊陷阱 bear trap？ 一跌下来了，人家又说了港股垃圾了，中概股了，西概那个概了，远离港股了。哎呀，你要悲观的话，你卖掉的话，最近收到一个网友的留言，他说很感慨，没有人死七八把在最悲观绝望的时候把腾讯卖掉了。腾讯当然不是最好，但也很可惜，当时200多块把腾讯卖掉了，这个就是叫熊陷阱。你要悲观的话你就死了。这一幅图不是我发明的，100年了，100多年内你在不同的地方都是跟着这一张图在走了，不断的整天说了嘛，对吧？历史不会重现，会怎么样？会押韵，人性是没有改变的。所以呢，给大家看到我们在哪里啊？我是用了 Rich 最近教的，我学了他的 RTA Rich 的 Technical Analysis， 我觉得 Rich 讲的很容易明白。他讲过里面把股票分成4个阶段，他也给了具体的指标，我在这里就不重复了。那我们看到现在
是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但是呢，到了第二个阶段是大量的资金进来的时候，长生长有的时候，所以 Rich 教的我是比较有耐心的，但是 Rich 教的就是要即食麵啊，马上叫马上吃的快餐的。在第二个阶段，不是第四个阶段，第四个阶段你捞底的话会越捞越底，第一个阶段的话你会等很久，等了之后，奇葩爸你不是看好的吗？怎么还没涨啊？怎么还没涨啊？到了第二阶段之后，所以美股是还在一个第二阶段，已经享受了好久的一个第二阶段，只是现在不便宜了，所以买美股也有它的好处，还在第二阶段。那现在港股还是很便宜，又到了第二阶段，你可以说是这个又便宜又第二阶段，还是又贵又第二阶段，你自己就选择了。所以呢，到了第二阶段的话，会是大涨小回，一定会跌的，不会每天都涨的。过去一个星期的港股是特别的关键时刻，但是一定会调整。所以呢，一调整你就不要说，哎呀逃了，最后逃生门了，是个大涨小回，大涨小回的啊。我的预测啊，有可能错的啊，做好安全的风险管理啊。沈大是不会错，我是有可能错的。那所以呢，因为港股现在已经涨了一点点了，一个月前这么便宜，闭上眼睛吧，什么时候涨我不知道。现在已经到了第二阶段了，已经是不便宜了，但是好处是到了第二阶段不用等那么久了，已经有点高了。所以呢，具体的我有3个投资者策略，没有讲第一个之前呢，先讲一讲我们的看法。首先呢，港股的确在一个星期之内涨了蛮多的。如果你看 RSI 已经到了85了， RSI 85已经是超买了。如果再用另外一个指标叫保利加通道的话，这一次的保利加通道啊，这个已经是超过2个 standard deviation， 严重的超买了，之前也没有那么严重超买，所以呢，短期内很有可能有个调整，而且这个调整可能是调整的很快很深的一个调整，因为它涨得快，跌的时候人家也会恐慌，会跌的很多，所以你要不懂的话，高追的话是一个很大的风险。所以人家现在问了啊，还能买吗？我觉得现在买有一个风险就是比较高了，但是现在呢是做功课的时候，一定会有调整，我觉得我们要等待调整。我们先看一下有哪些可能使到港股会有个调整，我们了解了它的原因之后，那我们会更加密切的留意，一旦发生的话，我们会知道调整来了，赶快做适当的措施。所以第一个，股票不会每天往上涨的，过去4天每天往上涨，这是一个特殊的期，你要错过的话那就可惜了。但是呢，相反来说不会有往上涨的，一旦跌的时候会有止损啊，又会有恐慌啦等等等等，所以呢，这个熊陷阱也随时会发生的。之前我们5月份到8月份也看过一个蛮大的熊陷阱，刚才那幅图只有一个熊陷阱，但现实生活当中没有保证只有一个熊陷阱的，很有可能有2个、3个、4个，所以一路往上走的股票里面肯定会多次出现调整，这个时候你要分清楚到底是涨完了，还是只是一个短暂的熊陷阱，还是要懂得怎么去看这个市况，所以技术分析或者基本分析都会需要的啊。第二个呢，很多人以前买了港股被套住了，散户典型就是怎么样，套住了就不看了，解套了，100块买的跌到70块就不肯走了，一涨到101块，有钱赚了快点走了，所以呢，解套的人会走。相反来说，100块买的涨到115块，哎呀，已经睡不着觉了，要卖走了，不卖走好像是吃不下饭了，睡不着觉了。但是你想一想，4400多亿的成交量，外资在买，谁在卖？就是这些散户了。所以呢，慢慢的消化掉了就会好了，继续往上涨。但是没有消化掉之前，或者它继续涨的话，一定会有更多的解套和获利的 selling 的卖盘出现，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一个调整的出现了。第3个也要小心，日本选举有了个新的首相，这个新的首相是比较鹰派的，日元马上就涨。如果日本是开始加息，加的比较多的话，美国在降息，日元在加息，我们之前其他的 YouTube 里面也有解释过，什么叫日元的利差交易和拆仓。如果是拆仓的话，这会引起全世界的股票的震荡，这个时候也会牵涉到港股有一个调整。第4个，当然美股这么高了，会不会有个调整？特别如果是美国的经济开始衰退或者放缓的话，美股真的有机会调整，美股调整也会影响港股。第5个，美国11月要大选了，新上来的总统两边都不怎么好，对中国都不太友好，整个现在的美国的政治文化都是要对中国像硬一点。那在这个时候，新的总统上来了，有没有对华的政策有一些硬的政策出来？我个人觉得是之前已经蛮差的了，但是不排除之后还有一些新的政策出来。第6个就是看不到的黑天鹅，今天还没看到的黑天鹅，可能随时会发生。
所以呢，港股啊，不要以为每天都会上涨，每个星期都会上涨啊。过去一个星期是额外的 special moment， 当然我们预测到了，把握到了是很开心。所以呢，第一个具体的策略一定要找强势股，我的是10倍股，它的是强势股，这中间有一点不一样。10倍股是看它在未来3到4年、5年比较长线的，有能力、有潜力涨10倍的股票，所以用的很多的是基本分析，特别是这个商业的模式啦，比较早期的成长啦。强势股呢是资金正在追捧的，可能比较中短线的，但是已经明显的有资金在追捧的。10倍股肯定资金没看到，不然的话不会涨10倍这么多，就是因为资金没有看到，市场错杀了或者看漏了，才有10倍的潜力。当市场已经看到了，正在抢它的时候，这就是强势股，两个都好。所以呢，你要学强势股的话，你是学 Rich 的那个技术分析，他那里专注就是帮你找强势股。如果你要找10倍股的话，我有一个10倍股的投资秘籍，第一课免费给大家听的，总共有22天。那你听了第一天之后的21天，你可以考虑继续学习或者不学习都可以，无所谓。但是呢，这两个帮助你会找到强势股或者是10倍股。为什么找这个这么重要呢？因为大势的调整是一定会出现的，但是调整出现的时候，强势股这个10倍股它起码可抗跌的能力会强一点。或者调整不出现，或者你用长远的来看，股票市场是一个牛市，中间虽然有调整，但是在往上走的时候，这个时候10倍股或者强势股的话会跑赢大势，所以你风险和回报的直播率就会相当的 favorable 了，对你有利了。所以投资股票一定要找10倍股或者是强势股。那第二个策略就是不要盲目的去只赢啦 take profit 啦，只赚了，不同地方叫不同的名字啊，赚了一点点钱了，赚了15%了，不要20%了，赚了100%了，也有可能会赚10倍的。你赚了100走了，追不回来了，特别是强势股，那以后涨10倍你就跟你没有缘分了。那 Rich 他的那个技术分析课程教得非常好，真的大家拜托一定要上他的技术分析课了。他现在还给了这么大的优惠折扣，不是说我要赚你一点点钱，你看到我刚才1个月都赚了1000多万了为什么你要上？是对你有好处。你要太早的卖走了，眼巴巴的看着美团继续上，看着 Nvidia 继续上，看着什么股票继续上，多可惜啊，都不止那100多块了。Rich 教的就是2个策略，怎么样能够看卖出的信号，不要太早的卖走了。你太早卖走了，它一直涨，多可惜啊！如果美团115块涨到130块你走了，涨到135块你走了，已经不错啦。现在160块了，只是1个星期。富途涨到75块走了，现在85块了，这个是最可惜的。所以千万不要太早的去 take profit， 我们要看的是有没有信号的出现，信号出现之后又要果断了那你不果断的话又会跌了好多所以如果你能避开大的调整，但不要太早的走，这就是技术分析最有用的一个应用了。第3个策略就是不要太早的卖，而且如果调整发生的时候，你要在一个对的位置把握到，因为一旦调整开始了很多人的自然反应就是哎呀玩晕了，完蛋了 game over 了，快点走了，调升门了，止损了，反而应该在这个时候看到把握到这个买入点。这里又是 Rich 是技术分析非常棒的地方，我的基本分析不会告诉你什么时候买，这个买卖信号不一样，我不看信号，这是几个他之前的例子，很精准的正好调整了一下，买对了地方又上去了不是说每一次都会买在最低点，不可能，但是你的胜算会多了很多。讲点具体的例子给大家看吧这些其实都是最近的2期的 GMT 也是跟大家分享。这个是9月20号，当时候我看到的一些中概股，右边的图表就是最近我们刚刚截图的，在这个星期里面，其实港股或者说是中概股因为有一些是美股上市的，是有一波很强劲的 momentum。当时候我在 GMT 也是有讲到，有一些信号出现，然后可以有一个短期的机会。讲2个重点，第一，这个方法呢，其实是我在我的课程里面也是有讲到的，我也是用了我在我课程当中所教的东西，而现在只是作为一个现实 real time 的来分享给同学们，作为一个学习的例子所以如果你听不懂什么是枢纽点或者是你听不懂看不明白这些支持位阻力位，没关系，你可以自己去那个课程里面去学习。我自己呢在 GMT 里面也是有作为一个实时的来分享应该怎么样去看，或者是我每个星期会留意到什么机会，这些都是会有分享。我们回到这个例子里面那第一个当时我讲到的富途，可以看到它1个星期之后就已经涨了大概
31%了，一个非常强劲的走势。看一下下一个涨得最多的，这个是哔哩哔哩。那同时这里也是我看到一些关键的一个阻力的位置，它如果能够突破的话，很有可能会有一个很强劲的一个回报。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面，也是涨了很多，涨了超过49%，也是一个非常强劲的一个走势。还有其他的包括我上一期有讲过的其他的股票也是有记录的第三个京东物流，那这个例子呢，在前一段时间的直播里面，当时也是有讲到，基本分析和技术分析搭在一起的话，你的信心就会增加。不是说100%会中，你只要中的次数比不中的次数多，中的时候它叫4-2，就是赚的时候赚4次，亏的时候风险是亏1次，但是你赚的机会百分比要比输的要多，长远来说你就会赢了。所以有人会问什么叫4-2，就是你要赚亏的那个风险的4倍。举个例子你输的话输1块，赚钱的话赚4块，而且你赚的机会要大过输的机会，或者起码有一半，所以这个是个应用。第4个就是美团，刚才七爸爸也是讲到了，它有非常强劲的一个基本面，包括每一次它出了业绩报告之后，七爸爸也是非常深入的分析到了一些市场上面没有看到的一些重点。我看技术分析的话，也是最近看到它有一个枢纽点的发展，然后在最近突破了之后，也是涨了超过30%，所以你也可以看到，无论是基本分析也好，或者是技术分析也好，都是可以去使用的或者是你两者并合一起去使用也是可以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不要听了一个股票号码就去买。美团虽然好，你买在高位，要走的时候不走也是危险的，所以任何股票你要不懂的话都是危险。还是那一句话，先学习，因为你是赚不到你认知圈以外的钱的，不学的话迟早会输，这个字不要它输，迟早会输的。就算你这次幸运的买到了，但是下次不懂得走的话，还是迟早会输的。